各位长辈、老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佑丽。今天这期视频的内容与大家过年期间的安排息息相关，或许能让您的规划更从容。请您想一想，是否曾认为一些补助主要面向特定对象，而没想过自己也可能符合资格？如果是，这期视频或许能为您提供一些参考。上周我陪社区70岁的张阿姨去区公所，顺便帮她询问了是否了解一些生活上的补助。办事员查询后表示，您符合一项资格，去年就可以提出申请，怎么没来办呢？张阿姨一直以为自己名下有旧房子，不可能申请到，结果一算，去年确实错过了一笔补助。她有些感慨地说，早知道的话，有些开支就能更宽裕些。各位叔叔阿姨，我们辛苦了大半辈子，一些针对长者的福利措施是社会的回馈，如果符合条件，不妨安心了解。尤其年底将至，部分补助申请有其时效性，时间过了可能就要等下一轮。我整理了一些各县市常见的资讯，特别是几项大家可能不太留意的补助，只要您年满65岁，并符合我稍后提到的几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或许就有机会申请。这些资讯有时需要我们主动去了解和询问。最后，如果觉得我整理的内容对您有帮助，欢迎在留言区与大家交流。还没关注健康永驻频道的朋友，可以考虑关注，以便及时收到相关的生活资讯。好了，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今天要讲的第一项，可能很多朋友听了名字会觉得这跟我没关系，但它其实是比较实用的一项。它通常叫做居家环境改善补助或者辅具购买补助。简单来说，就是针对居家安全改造或辅具购置提供一定的支持。听到这里，可能有人想，我家又不需要重新装修，我身体还好得很，不需要什么辅具。佑丽，请您先别急着离开，我给您分享一下其中的考量。咱们年纪大了，需要留意的方面之一就是居家安全。您看看新闻，有时长辈在浴室滑倒，可能带来不小的麻烦。您想想，您家浴室的地砖是否比较光滑？马桶坐下后起身是否感觉吃力？洗澡的时候是否总觉得需要格外小心？这项补助的初衷就是为了应对这些潜在风险，它可以为您在浴室安装安全扶手，在马桶边上加装起身辅助架，购买洗澡专用的防滑椅，甚至铺设防摔软垫提供部分支持。这些物品如果自行购置和安装，可能需要一笔花费，但只要通过申请，符合条件者可以获得一定比例的补助，这样就能以较少的自行负担金额来提升居家环境的安全。所以这第一项补助，它不是直接发放现金，但着眼于防范未来可能发生的意外开支。更重要的是，它关注的是您的居家安全与便利。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申请呢？门槛可能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高，只要您年满65岁，经过相关管理中心的专业人员到府评估，认定您有行动不便的风险或需求，例如感觉脚力不如从前，走路速度变慢，或者关节不太灵活，您很可能就符合资格。现在社会鼓励在地安老，希望长辈能安全地在熟悉的家里生活，因此对于这类预防性的改善是持支持态度的。您不需要等到真的发生状况才来处理，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拨打1966长照专线，说明您想咨询居家环境评估，会有专人为您提供服务资讯。接下来咱们说第二项，这是会汇入您指定账户的补助，但很多人可能因为不了解而未曾申请。这项补助的名称各县市不太一样，有的叫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有的叫敬老生活补助，还有的地方会有名称不同的慰问金。这时候您可能会说，佑丽，我有在领老人年金啊，一个月也有1万多，我这样应该领不到其他生活补助了吧？这是一个常见的疑问。现在的补助政策在评估时会考量多方面的情况，什么意思呢？我举几个例子您就明白了。比方说，您名下有一间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这是您的自用住宅，在审核资产时，它的价值在一定额度内通常不会计算在内。又比方说，您的子女都在外地工作，您一个人独居，虽然有年金，但每个月的基本开销，如水电瓦斯、管理费、伙食费、医药费等加在一起，负担也不轻。这种独居或实际生活开销较大的状况，许多县市在审核时会纳入综合考量，您就可能符合领取生活津贴的资格。像我刚才提到的张阿姨，她之前不太了解的就是这一类，她总觉得自己有房产，去申请补助不太合适。后来里长告诉她，阿姨，您这个房子的评定限值不高，通常在免计范围内，
而且您子女不在身边，一个人生活，每个月光是常用药品的花费就不小，这完全符合我们关怀的对象啊。张阿姨这才去申请，果然通过了，每月多了一笔补助。她说现在生活安排上更轻松了一些。另外还有一项叫急难救助金，这个也是很多人不太清楚的支援措施。如果您家里突然发生变故，比如自己或家人有医疗需求，或者遇到需要紧急修缮的情况，甚至只是临时性的经济困难，您都可以带着相关证明文件去区公所的社会课询问能否申请这笔一次性的救助金。它就是设计用来协助度过临时难关的。很多长辈个性坚强，有什么困难都自己承担，却不知道有这样一个管道可以咨询，这很可惜。所以请记得，这是一项正当的社会支持措施。现在来说的3项，这项补助最有季节性，也最容易因为不知道或没收到通知而错过，那就是各种节日礼金或敬老金，像是重阳敬老金、春节慰问金等。这项补助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发放方式多样，有的县市会直接汇款到您登记的账户里，但还有很多地方，特别是比较传统的乡镇区里，可能会采用现场领取或者里长亲送的方式。问题就可能出在这里。我认识一位王爷爷，他的户籍在老家，但他常年住在台北的女儿家，结果老家里长在重阳节前发放敬老金，去他家敲门没人应，电话也联系不上，里长按照规定只能注记无法送达。等王爷爷过年回去才知道有这回事，想补领，但承办人员表示发放作业早已结束，预算也核销了，无法再发放。就这样，一笔敬老金错过了。尤其现在是年底，很多地方政府都在进行年度结算，一些有时效性的补助或慰问可能会在这个时间段内办理。如果您因为户籍地和居住地不同，或者您更换了联系方式却没去更新资料，就可能收不到通知，等于错过了申请或领取的机会，这是不是很可惜？所以佑利在这里帮大家整理一下，您可以对照看看自己有没有符合这几个关键情况。第一，年龄是基本条件，绝大多数福利都从65岁开始，这是普遍的标准。第二，户籍和实际居住地要留意，传统观念觉得福利一定要在户籍地领，但现在很多服务是跟人走的，例如长照服务，只要您在一个地方实际居住超过一段时间，就算户籍不在那里，也可以向当地政府申请评估和使用服务，这个观念可以更新一下。第三，特定的生活状况是考量因素，比如您是不是独自居住，有没有需要长期关注的健康状况，家里环境是不是有可以改善安全的地方，这些情况都会让您更容易符合各类补助的申请资格。讲了这么多，肯定有叔叔阿姨要问了，佑利啊，你说的都很好，但我一个老人家不会上网，也不会用智慧型手机，我到底要怎么去查，去申请呢？总不能让我到处跑吧？别担心，佑利这就分享几个比较实用的方法，希望能帮到您。第一招叫做询问里长或邻里干事，这是比较直接的管道，您可以去里长办公室坐一下，见到里长，您可以客气地询问里长，不好意思打扰你，我今年满65岁了，对那些复杂的公文不太了解，能不能麻烦你帮我查一下，以我现在的年纪和家里情况，政府有没有什么补贴是我可以申请的，不管是哪一类的，你都跟我说一声，谢谢。您放心，现在的里长办公室通常能查到相关的福利资讯，里长就是为里民服务的，您去问他，他通常乐意帮忙。第二招叫做定期查看您的存折，咱们很多长辈领退休金、年金都是用邮局或银行的存折，您有空去一趟邮局，把存折更新一下，然后仔细看看。除了每个月固定进来的劳保年金、国民年金这些项目，您要特别留意有没有一些不认识的款项，比如汇款人显示是 XX 市社会局、XX 县政府发放等字样。如果您发现怎么别人的存折上个月多了一笔补助，而您的存折上什么都没有，那您可以留意一下。这时候可以拿着您的存折去区公所的承办柜台询问，请问一下，这项补助是什么？我是不是符合资格？如果符合，为什么我没领到？是不是我少了什么手续？很多时候补助没下来，只是因为少交了一份文件，申请被暂缓了。您一问，承办人员一查，可能就解决了。第三招叫做留意布告栏的讯息，咱们每个社区大楼的门口、里办公处的墙上，甚至活动中心的入口，都有一个贴满各种通知的布告栏。最重要的政府通知、里办公室公告，像是重阳敬老金开始登记、
65岁以上免费疫苗接种，相关资格开始申请，都可能贴在那上面。从今天起，你每天经过时，可以停下脚步花1分钟看一下。如果字太小看不清楚，可以请邻居年轻人帮您念一下标题。很多福利都有申请期限，布告栏就是一个传统的通知窗口，错过了时间，可能就无法补办了。说到这里，佑利要严肃一点了。虽然我们都想了解各种补助，让生活更好，但现在的社会诈骗手法很多，他们针对各种心理设计骗局。所以下面这几条提醒，您一定要记在心里，这比记住怎么领钱还要重要。第一条，凡是叫您去提款机操作的，一定要警惕。政府发放任何补助，通常是直接汇入您指定的账户，或者是通知您去公所领取，不会打电话或传讯息告诉您，您的补助款被冻结了，请您现在去最近的提款机，按照我的指示操作。只要听到提款机3个字，建议立刻挂断电话。记住，政府发放补助，不需要百姓到提款机进行操作。第二条，凡是传简讯要您点连结的，请谨慎对待。现在的诈骗简讯有时看起来很像真的，来电显示甚至可以伪装。简讯内容可能会写，您的证件资料需要更新，请点击连结办理，下面附上一串连结。您一旦好奇点进去，可能进入有风险的网页。真正的政府通知，大部分是寄纸本公文到家里，或者请您亲自到区公所办理。对于任何有连结的讯息，比较稳妥的处理方式就是不轻易点击。如果不确定，可以直接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者询问里长办公室。第三条，凡是打电话来过于热情，并提及金钱账户的，要立即警觉。真正的政府公务员通常说话客气但有分寸。如果接到电话，对方语气异常亲热，并说我这里有一个内部名额，只有几个，我特别留给您，但您现在马上把存折账号和密码告诉我，我帮您处理，这很可能是骗子。请您冷静地回应，我不需要，谢谢，然后挂掉电话。各位长辈朋友，咱们活到这把年纪，智慧都有了，既要学会了解资讯，更要学会保护自己。补助再重要，也没有安全来的重要。影片最后，佑利也想对正在看这个视频的子女们说几句心里话。如果您是晚辈，偶然看到了这个视频，请您无论多忙，都务必抽个时间回家，坐下来好好跟爸妈聊一聊，帮他们检查一下。我们的父母辈，他们可能不擅长使用网络，对复杂的行政流程感到陌生，表格看不懂，电话不敢打。他们不是不想要那些补助，而是真的不知道门路，或者害怕给子女添麻烦。您花一些时间，带着父母的身份证、印章和相关证件，去一趟户政事务所和区公所，把该更新的资料更新，该询问的项目问一问，办一办。这不只是了解资讯的问题，这更是在告诉他们，在这个变化飞快的时代，您没有落单，家人就是您的后盾，会陪住您一起面对。万一您发现父母因为不了解，真的错过了一些可以申请的补助，也请您千万不要埋怨他们，不要说爸，你怎么这么傻，这么多钱都没去领，这会让他们更自责。您应该温柔地安慰他们，没关系，我们现在知道了，马上去办就好了，能申请多久是多久。您的这份体谅和支持，对父母来说非常温暖。我们健康永驻这个频道，从开办以来，最大的心愿就是成为所有银发族朋友的知心伙伴。我林佑利每天研究资料，拍摄影片，分享这些内容，就是希望每一位长辈在人生的黄金岁月里，都能活得明明白白、踏踏实实，充满尊严。咱们社会对于长者的照顾制度，其实一直在完善，福利也越来越多样化，但是资讯需要我们主动去了解。希望今天我这个视频能为您提供一些有用的参考，帮您了解到那些原本就存在，却可能因为信息隔阂而不清楚的福利措施。如果您觉得佑利今天整理的内容对您有参考价值，欢迎把视频分享给您身边的老朋友、老邻居，分享到您的恋爱群组里。好资讯可以让更多人知道，让我们一起互相提醒。如果您在申请过程中遇到任何困难，或者您所在的县市有什么特别的福利想分享给大家，都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佑利一定会尽力查看，并在能力范围内为大家提供参考资讯。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请记得留意各项申请的截止时间，有空时可以去刷一下您的存折，去问一下您的里长，别让适合您的福利和补贴因为不了解而错过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佑丽在这里祝福荧幕前的每一位长辈身体健康、笑容满面、生活幸福安康。再见。